上期我們談到 Claude Cowork 的推出導致了 SaaS 巨頭們的股價集體下跌的情況。最近讀了幾篇關於 AI 時代的編程的文章，今天我想從一個微觀的我們這些普通人的視角來繼續聊聊這個話題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最近一年大家討論 AI 的方式變了？以前我們問的是 AI 會不會寫代碼，現在我們問的是 AI 會不會接管工作流。這兩個問題差了一個時代。今天這期我想把幾篇文章結合在一起討論。 AI 不是在替代程序員這麼簡單，它正在重寫3條底層規則。第一，軟件怎麼被生產；第二，軟件怎麼被收費；第三，工程師怎麼創造價值。如果你是開發者、產品經理、技術管理者，這件事會直接影響你未來3到5年的職業軌跡。先說第一個變化，軟件正在從產品變成草稿紙。過去20年，我們熟悉的是 SaaS 邏輯，註冊賬號、配置流程、培訓團隊、長期訂閱。你買的是一整套系統，但現在越來越多需求不需要完整系統，只需要一個今天能用、明天可丟的工具，比如一個內部報表腳本，一個臨時數據清洗頁面，一個只服務本周項目的小型管理工具。AI 讓這類工具的制作成本急速下降。以前你要立項、排期、開發、測試，現在你可能只要把目標說清楚，幾個小時就有可用版本。這就是個人軟件時代，不是所有軟件都要做成產品，很多軟件只要完成任務就夠了。但注意，很多人會在這裡誤判，他們會說，既然代碼這麼便宜，工程是不是不重要了？恰恰相反，代碼變便宜了，工程變昂貴了。為什麼？因為軟件真正難的從來不是第一版寫出來，而是後面的所有現實摩擦、邊界條件、異常路徑、權限控制、跨系統集成、性能抖動、合規審計，還有最難的長期維護。AI 可以快速生成功能，但它不會自動消滅複雜度，甚至因為生成速度太快，它可能把複雜度提前透支。今天你多生成10個功能，明天你就多備10份維護責任。所以軟件工程沒有消失，它只是從寫代碼上移到了管系統。接下來是第二個變化。2026年2月5日為什麼是個拐點？這一天 Anthropic 發布 Claude Opus 4.6，20分鐘後 OpenAI 發布 GPT-53 Codex。很多人只看到誰跑分更高，但真正關鍵的是，兩家公司展示了2條完全不同的路線。Codex 路線更像高效執行代理，強調終端編程、自動操作、效率提升，並且它已經參與了自身研發流程的一部分。Claude 路線更像深度分析協作者，強調長上下文、複雜推理，以及直接嵌入 Office 和日常工作流。一個像通用執行引擎，一個像工作流智囊。這不是誰秒殺誰，是能力結構不同，使用場景不同。更大的信號在台面下。同一天 OpenAI 還做了2件事：第一，發布 Frontier； 第二，公布 GPT-5 接入自動化實驗室的成果。這2個動作放在一起看，含義非常強。Frontier 在做什麼？一句話，把企業裡分散的 AI 統一管理起來，身份、權限、數據、協作都納入一個平台層。這意味着競爭正在從賣模型轉向賣基礎設施。模型領先幾個月，別人可以追，但平台一旦嵌入企業流程，遷移成本極高，這才是真正的護城河。而實驗室案例更關鍵，它說明 AI 不再只在屏幕裡寫代碼、寫文檔，它已經進入實驗反饋再實驗的物理閉環，從數字世界自我改進到物理世界自主探索，這是一個質變，不是量變。第3個變化是商業模式層面的，也就是最近被反覆討論的 SaaS 末日。我的判斷很直接， SaaS 不會立刻死，但舊定價邏輯會先死。為什麼？因為過去 SaaS 的核心計費單位是人，按席位收費，按賬號收費。但當 AI 代理開始承擔任務，多少人登錄系統不再代表真實價值，未來更可能按任務收費，按結果收費，甚至按創造價值分成。這會逼着所有軟件公司回答一個問題：你真正賣的到底是什麼？是界面，那很容易被壓價；還是數據資產、行業知識、規則引擎？
和可審計的工作結果。如果是後者， AI 反而會放大你的價值。那軟件工程師怎麼辦？這裡我給一個不太舒服但很現實的結論：未来幾年最容易被壓縮的是初級執行崗位，樣板代碼、基礎修復、常規分析、文檔整理，這些任務最先被 AI 吸收，但資深也不自動安全。如果你的優勢只是寫得更快，一樣會被稀釋。真正穩定升職的能力正在遷移到3件事：第一，定義問題，你知道什麼該做，什麼不該做；第二，約束系統，你能給出邊界、標準、風險控制；第三，對結果負責，你敢在不確定裡做取捨並承擔後果。所以，工程師角色正在從編碼者轉向編排者和審核者。你不是退出生產，你是站到更上游，去設計人和 AI 如何一起穩定交付。最後給你5條可執行建議：第一，把 AI 從問答工具變成工作流組件，不要只問怎麼做，要直接交任務。第二，先改造你每周最耗時的一個動作，高頻、重複、可量化，最容易見效。第三，建立自己的提示詞加上下文加驗收清單，這會成為你的新型生產資產。第四，持續補強不可外包能力，溝通、拆解問題、跨團队協同、業務理解。第五，養成持續適應的肌肉，模型會換，工具會換，但快速重構工作方式的能力不會過時。這場變化表面上看是 AI 在挑戰程序員，本質上是 AI 在重寫軟件行業的運行機制，軟件如何被生產，軟件如何被售賣，軟件如何被組織。所以問題不是 AI 會不會取代工程師，真正的問題是誰能先把 AI 變成可治理、可複用、可負責的生產力系統。如果你能做到這件事，你不是被時代替代的人，你就是定義下一代工作方式的人。